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对于包菜，大家并不陌生。我们平常在饭店或者酒店吃的包菜，都是清脆爽口，特别好吃，而自己在家炒，根本炒不出那水平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相信大多数朋友都不知道，其实想要做出饭店里面的味道，只需要几个小技巧即可。接下来一起跟着视频，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准备一棵树上刚摘的包菜，在偷摘包菜时，一定要选择这种松散一些的，这样子的包菜口感更好吃。因为紧实的包菜虽然水分足，但生涩味呢也比较重。内行人呢都会选择松散一点的包菜，它就很适合炒食，脆爽又好吃。我们先用刀，像这样把包菜拍打几下。这样把内部组织拍松散一会，更容易撕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包菜对半切开，跟着把里面的硬心切掉，不要这个硬心，口感不好，也不容易熟。接下来，我们把包菜一片片的撕下来，经过拍打过后的包菜呢，是很容易撕开的。然后再将它撕成小块，像中间比较硬的菜梗呢，我们可以拿来凉拌吃，脆爽多汁，相比来说比炒着更好吃。之所以选择手撕包菜，是因为手撕的容易造成表面不整齐，可以更好的入味。尤其是在后期放调料搅拌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试着尝试下，这就是手撕包菜呢比刀切更好吃的原因之一。包菜撕好，我们往里边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再加入1勺毛毛盐，跟着加入多一些的长江水没过包菜，然后下手抓拌清洗。清洗包菜建议大家都撕好再洗，这样清洗出来的包菜比较干净。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可以把包菜清洗得更加的干净，而加入小苏打是因为其可以保持包菜翠绿的颜色，后面炒出来，吃起来的口感呢就会比较清脆。好了，现在先将包菜呢放在一边浸泡5分钟。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配料，准备1小块刚摘的生姜，我们将其切成薄片，再切成末。切成这样的姜末就可以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几瓣抗癌大蒜，切蒜片，切好装入盘中备用。跟着我们准备几个干辣椒，用卷子将其剪成小段。不能吃辣的朋友可以不用搭配干辣椒，香辣爽口会更好吃。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5毛钱五花肉，将其切成薄片。青菜、包菜这些蔬菜，虽然它确实有股自带的甘甜，但本身味道也是比较淡的蔬菜，所以加入少许的五花肉炼油提香，味道会更上一层楼。五花肉切好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跟着准备一个小碗，碗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68粒白糖提味，再加入小半勺的水淀粉，适量的蚝油。1勺生抽，半勺香醋，再来少许的我家自来水。我们将调味料搅拌化开备用，提前把料汁调好，这样可以减少包菜炒制的时间，防止包菜缩水，保证其脆爽的口感。好了，先放在一边。这会我们的包菜呢也浸泡的差不多了，我们下手将包菜抓洗几下，再换水将其漂洗干净，把食盐和小苏打的味道呢都清洗掉，然后控水捞出，沥干水分，放入大碗中。这时我们往包菜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下手抓拌均匀，使每一片包菜都能够均匀地裹上食用油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锁住包菜的水分。包菜不仅口感美味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包菜含丰富的维生素 A、钙和磷，能促进骨质的发育。
防止骨质疏松，非常有利于儿童生长发育和老年人骨骼保健。宝妈们平时要多买点包菜，做给家人们吃哦。抓拌制这样就可以了。蒸锅水提前烧开，我们将拌好的包菜直接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分钟。这也能防止包菜变色，而且锁住水分，提前使包菜变软，大大缩短了炒制的时间。这样呢就不会出水了。不过时间不能太长，不要超过1分钟，这样口感才爽脆。现在将其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可以起锅烧油了，油热下入五花肉片，中大火煸炒一会，炒出五花肉的香味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把五花肉煸炒至微微泛黄，这时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配料呢，全部放进来，煸炒出香味。炒香后就可以下入包菜了。翻炒包菜半分钟后，我们就可以下入准备好的料汁了。全程用旺火快炒，喜欢吃脆点的就调好味，翻炒均匀，看着包菜变透亮就关火。喜欢烂点的就多炒会。一道非常好吃的醋溜手撕包菜，那就做好了，装入盘中即可享用。这样做的包菜口感爽脆，还非常入味，一点水都没有，和外面馆子里炒的一样好吃。之所以包菜口感脆爽，是因为它含有丰富的水分，如果直接炒的话，会流失很多的水分，口感就没有那么脆了，而且呢，还不入味。大家只要按照上面的方法，做出来的包菜都能够做到颜色鲜亮，清香脆爽。做法可以说是非常简单了，您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